15、16年的酒店用品，这是我们原有的业务。那即使作为一个展厅在展示，同样呢有很多的这个酒店的业主、酒店管理公司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选样，这是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我们是基于这个展示，基于我们董事长自己对这个陶瓷的兴趣爱好，这份业务做一些展示，跟大家一起的沟通、探讨、交流。那么第三个层面呢，除了商品本身的这个业务销售属性，我们还有一些设计层面的这个美学的沟通探讨。那这一部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有点冒昧啊，没有准备，就是说你们来了想要参观，我们做一些配套的讲解都没有问题，我们非常欢迎。只是说我们讲的这个东西符不符合你们的预期？就像刚刚你说的，以为这个是个陶瓷博物馆，结果过来一看，这是一个商业型的公司，一个卖场，就一个卖场，它有卖场的一个功能，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卖场。这是我们小贩群主，您这就跟他直接沟通就可以了。对，特别是你们是在这个组团来的，那我就主要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们能给了你们一些满意的这个。没有，就是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然后顺便如果说有喜欢的，都可以买一些。也可以。所以这就是一个刚刚讲的这个三大板块的功能。第一呢，我们是基于这个酒店品的一个展示；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一个美学；然后第三个，大家来这里参观休闲和常做这个。第一个是非得我们来到这里就有什么要求要买，不存在的，是这么个情况。然后现在我们是6月18号正式搬到这里来。我们之前在达美，在松港，这属于管理这不远的地方。那我们规划谋划这个展厅的这个展示，已经筹划了小半年吧，到6月18号正式进驻。那么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也还在现在在推广的初期阶段。那我也看到，通过这段时间的推广，我们来这里这个网红打卡选购各种的这个，那这是我们很感谢。好，这是我们今天他们主动来的客人。是去。我们不要对我回报领导。要不我们就群主，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就是从这个家居的，咱们从茶台开始就走一圈。好，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亲自来啊。我们这个公司原来呢就一直做像万豪啊、希尔顿啊，还有一些那个市政府啊。然后那个部队啊、航空公司啊，像你们肯定做南航啊，然后像东方航空啊，对吧？深圳航空啊，这个航空陶瓷，你们在 VIP 就是一个商务舱，它不是就会装上陶瓷的嘛？就是我们一直跟他们挣陶瓷然后呢就做了有将近20年了。然后慢慢的，像酒店啊，像万豪、希尔顿啊，都一直在做所有的品牌。像郑州万豪呢，深圳郑州万豪是深圳最好的一家万豪酒店，也是全亚洲最好的一家旗舰店。所以它陶瓷呢都在我们这里订的，我们这里有几个样板，也留了几个样板，现在都在我们这里订的。就是酒店呢，小到牙签，大到像那厨房设备，我们自己做供应链。以前我们不做零售，我们一直做招投标，就是政府的招投标。所以呢，慢慢的做这么多年呢，因为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这里呢，觉得这个地方不错，那你们希望你们呢对外开放一下，因为我们这呢，如果有些人要买啊，就是方便一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在好，给我拍照吧，谢谢你啊。就是慢慢的，就是通过朋友、客户的一些要求，我们就对外开放。然后呢，你看现在这个价格都没标，后期可能会标出价格出来啊。然后就是现在，你就除了酒店呢，我们在设计另外板块。其实我呢也比较喜欢到处旅游，不管国外、国内和新疆任何地方我都很喜欢去旅游。那这里呢，我发现呢，现在有个酒店城市化竞争很厉害。比如说万豪，我在这里住万豪，深圳的万豪，我去北京住万豪，我到上海住万豪都差不多。你要深圳万豪，你卖个1700，那人家希尔顿也卖个1700，那你说你希尔顿再好，你要卖2500、2600是很难卖出去的，因为它有对标嘛。但是民宿是还有发现是没有对标，
只要你做个小清新，做好你的格调，各有各的喜欢。云南有云母狼的味道，新疆有新疆的那个民宿的味道，是吧？那里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民宿呢，投资比较少，相对回报比较高。因为卖4、5千也可以，卖1、2千也可以，卖1、200也可以。那只要做得好，你看像惠州有些酒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啊？像惠州我们周边的，他们每天都卖2000、3000。我们周万豪才卖1万多，5星级的，投资2、3、4个亿的酒店，那才卖1000多。那些小酒店设计派，就是因为我们有设计师朋友嘛，他们去开1、2个10几个房间，都卖2、3千。你知道他装修嘛，投入又很小，但是他硬软装嘛，它的效果做出来了。所以说这样，我们接受民宿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开始对民宿第一个呢，像这些都很常规的了像你的陶瓷小电器但是有家具呢，很多家具像特别是那个茶几分的现在家具很多民宿做的像商场做的是标准化的。标准化的给人家感觉其实是没有什么管节的。我在北京也是这样子，在上海也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就开发了这些没有特色的一些家具。你像这个是树油我们这个其实是基本上你没有发现，除了这种有类似这个树油，像这个包括我们那边的椅子每张都不一样。对，我们就根据它树的形状，像这种都最少是300-400年才形成的。这什么木？很重，栎木。对你别你搬不到的，包括你像这些也很重，这个大理石就是2块板，但是我们也去欧洲，去欧洲米良找，但是这个卖的很贵，这个多少钱？你们都不相信？1万多。对，就是这2块板，看多少欧？1000欧。对，1000多欧。但是我们现在国内像这种，你看它非常符合人跟那个人体工学。你看你坐一下。它靠着这个背它不像普通椅子沙发，你说坐一会可能很舒服，坐的久了就不舒服，人不舒服。像这你坐的再久，对吧？就会很舒服，你躺一下，你们感觉一下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在有些古镇中已经有看得到这种。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这个是很多这旁边摆个书架，然后一茶桌，摆个书架茶桌，然后这边可以打卡坐一下午，就是看一下风景。对，书架其实我们到这呢就会整理一下，就是再摆个书架。是摆个书架，然后是烧杯茶，1杯茶多少，1杯咖啡多少钱？然后那你们来都免费，真生免费。来，有名片吗？有。等下我加微信，加我们的小妹微信，我都可以的，因为我们后期这个我的微信也可以加就后期我们会整成套卡，就对我们长期的比如说一些粉丝我们你们来喝茶，我们外面可能是168，现在茶室2个小时多少小时，我们就整成年卡，就可能是会 VIP 客户整成比如说168，不管是普洱茶铁观音红茶我们都每天都一泡，然后就在讲瓜子，这个到时候会免费给你们的好，谢谢老板了。不客气，因为现在这种人情就是说实话，我们是一般有爱好的朋友，因为我也很多本身我做这个行业，做民宿的设计师酒店的老板特别多，你知道吧？有的时候这个老板因为我是到处跑，所以说呢也看的也多，那所以说就慢慢就是发现了这东西人喜欢，然后我们也开始对他们做设计，像民宿我们从设计开始，定位开始在工作。你像真的这几年卖的很火的，你们可能都知道，这个我这没看这个炉这个围炉煮茶的，你看我们可以烧火烧木炭，直接放木头进去都可以的这个。天气暖，远一点的话，直接烤红薯这是很方便的，是不是的？生铁的。对你生铁的，你抬一下这个桌子多重，好重的。4个人抬，每人一个脚。老板，试一下。4个人抬。哇，它是大几百斤，不是我们普通的东西的所以说每个东西，包括我们像这种茶杯我们都是仿古，就是宋朝的时候，这种还是比较流行的我们现在慢慢现在最流行的其实就是宋朝的那个年代的美学。现在包括日本、韩国，现在慢慢有点像日本的茶具。对，日本是唐朝的。是。那个就白莲河那种什么章丘铁锅，章丘。这个你说的太对，这个其实这有含铁成分的还有点部分含铁成分的，对。这些不是什么非舌尖上的中国，章丘铁锅。
你看像这些盘啊，现在就流行。我们南方啊，广州啊、深圳啊，就是广东啊，就比较喜欢湿泡。每个公司啊都有个湿泡茶台，是吧？就所谓湿泡就是把水倒到这里往下流嘛。那其实除了广东以外，任何省份啊都喜欢干泡。就是他会放一个倒茶渣的，就是放个壶、2个杯啊什么之类的，就用这种托盘做干泡茶台。啊，有圆的、有长方形的、椭圆形的都有。我们这种卖的特别好。而且这个呢也是用树瘤，这个不是哪个木头。像这个一个大概要多少钱？我们这个200多，啊，很便宜，人工都是人工做的，啊，像这个是100来块钱。这个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可遇不可求，这种东西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就因什么多大的材料做多大的盘子，你看有大大小小嘛，都不一样吧？就像要我再做一个这样的，也不一定有了。绝版，是的，绝版。做的红栎木，这个木质很硬，但是这个红栎木的这个是树瘤，啊，这种是红栎木，你敲一敲，这个硬度相当高。以前我们建房子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说，100年都没问题。以前我们我是客家人啊，我们以前建房子呢，不是今年砍下木头晾干上也可以做。首先砍下木头，第1年砍下木头要晒，要晾干，晾干以后泡到水里面，泡最短要泡3年，最长要泡8年。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的都不生产啊？我们的房子啊，1000年都还在。对，那种客家人的房子，那木头的房子啊，对，就是这个道理。客家唯物啊，客家唯物的以前也是啊。但现在做的房子，它是没有这个工艺，它来不及，它也喜欢快，是不是啊？所以像这种原材料，甚至它本身就是长的时候已经长得很老了，都是100-200年了。所以说你看像这种都真的是100年、300年都不会坏的这种。这个也特别重，你搬一下这个100多斤。这肯定很重。这种要写上是谁家的，这比如我文家的，这传下来传到300年、400年，我们的家族传承。过去呢，就是那些老宅子、老宅子很多，大家族。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就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在乡下嘛，他们去收嘛，收好原木回来，我们看这个木头是怎么样，然后根据这个木头的形状再做。一地制宜，一是利导。像那种是现代的，你看像那种现代，你包个漆啊什么，你再好的木材是没有味道。对，以前我们做这种真的是没有味道的。对。包括现代家具，你看它任何东西啊，我们现在的诺贝尔得奖叫量子原理的啊，量子纠缠理论的嘛，它讲不清道不明。这种家具，你就是用五金啊、油漆啊，它是会有辐射的。它给人家是有磁场相吻合的，对吧？你坐在那里，你再现代，哪怕是你看我们卖高端的，30万一张的那个椅子都卖过。但是呢，说实话，你坐久了，你总是没这种感觉，这种就很自然，它不会相互排斥，原生态，它一点都不排斥。我就看到这些家具，包括那木马这些，就感觉很有味道，是吧？就是古朴原生态，这个就有点熟了。我们自己做的，对，我们自己做的。工厂在哪里啊？我们这工厂有2个地方，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云南。哦，这么远。云南，其实它两个工厂有没有哪个厂主打？就是比如说云南的主打什么？那个红木。这种是云南做的多，云南、贵州，因为它这个木材啊方便。老宅子那边多，知道吧？就收得到这种材料。你像我那里运回来到杭州去不行，杭州呢都是用盛世美学。就比这个会现代一点，但是都是仿古做的。就像杭州就是做这种。比那个还那个，我们都是仿古的那个。仿古就是不会这么粗糙，就会亮一点，你知道吧？宋朝的那个家具。宋朝不是什么？我学那个室内设计的时候，也不是说宋朝那种什么官帽椅，都喜欢那种东西。官帽椅啊，书案台啊，这个柜子啊，我们一张柜子都卖3-4万，杭州做的。这种便宜了，这种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复杂的加工，这就是什么木头拼好它，不上漆的，顶多像应客人的要求，你看这2个有什么区别？就这个是原态生态的，这个是打了点蜡，打了点蜡呢，这水就不容易渗进去。像这种的没有打蜡的呢，水一它是毕竟是木头嘛，它就容易侵进去。枕头怎么卖啊？酒店枕头？枕头有很多种，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贴出这边，要不然？就是我们走一圈。好，对。
枕头像这个区域呢，基本上是客房。客房，你看你们经常住酒店啊，像这个地方啊，你像这个是仁旅饭店，是那个部队的，北京像海军、空军、陆军，现在不是资产分离嘛？习近平要求就是把所有的资产的部队扔到一个机场，叫龙空机场。我们现在就是他全国的，像火箭军啊，所有的整部的，我们都在看他定做。现在这个，像深圳有一个像那个康拉德呀、瑞吉啊，就罗湖的瑞吉酒店啊，那是我们在帮他定做的。这个是这个是天鹅还是什么？小天鹅？广州那什么白天鹅酒店。啊，像这个布草，这种给你介绍一下。其实你们经常在外面买布草，多数买的布草呢，说的不是纯棉的，现在的布草。为什么不是纯棉？现在人讲究，以前的人讲究耐印嘛，他不是更多讲究舒适度嘛？多我买上500、2000块钱，我要印的久一点嘛，这更划算嘛，是吧？其实酒店的布草基本上是啊，它包括我们的衣服啊，它是洗不烂，是穿就是洗烂的，不是穿烂的。因为你像这都是些大型洗衣机嘛，脚嘛，加上一洗洁剂嘛，所以说呢，就是会加什么？会加30%到40%的鼻进去，就耐印。然后也不会这么打皱，它抽起来也快，因为纯棉的它容易打皱，就是对那滚烫更衣啊各方面要求高一点。那我们现在做的都是100支以上的纯棉的，因为我睡觉我喜欢裸睡的啊，特别是住酒店啊，所以酒店不敢，酒店不敢裸。但是也要看哪些地方嘛。其实一般的普通酒店，说实话，洗洁公司各方面要求没这么高嘛。对，品牌酒店还是要好一点的。品牌酒店它有自己的洗衣厂，它的洗衣厂呢一般一套设备800到1200万。他洗他自己的布草，然后洗他的冬服啊什么之类，他有分的。一趟滚烫机就是真正纯棉的，一趟滚烫机可能就300-400万。它的设备不一样，像万豪它是会有自己的一个，为什么5星它是有区别，就是这个原因的。因为普通的酒店、商务酒店，它不可能投入这个钱去建洗衣厂。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纯棉的，它有灰色、有香槟金啊什么，我们有分，就下面是做成礼品的。你在那个深圳有个那个在艺术家纺那个叫什么名字呢？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去他们家哪里订了一套，3800一套红色的，但是这个我们呢就材质是一样的，像这种，我们现在这种其实都不超过1000。我可以打开你们体验一下。像这一套要多少钱？这个680。这个跟这个是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这个比那个有花色，这个有花色，质感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厂家嘛，我们定做的这个酒店呢，我们是工程款样的，批量一下，这个有花色，因为家用的可能还是要点花色嘛，提花的，质感相当好。这个是新的，你再洗一次，因为现在还有点上了点浆，一般我们新人不少会第一次会上浆，上了浆以后就更有型嘛，但是你把它洗掉，你看像这种东西洗掉以后就更柔软，更舒服就不一样，这种情况很便宜很实惠。就同等的性价比就实惠很多。一般商场最少，你看现在商场它卖东西最少要翻1倍到3倍卖，最少的。因为它有品牌溢价，品牌溢价各方面。你要翻那的话，像你们的东西是打你们这个展厅的牌子，还是白牌就出去了？后期呢，其实我们现在刚开始准备做零售嘛，品牌一定要有，不管哪个是做零售，一定要自己品牌。对吧？只是到时候我们再看取什么牌子。你像这个电器这个热暖呢，其实我们5星级酒店，你们住10个酒店，基本上7、8个吧，都是这个酒店。就这个品牌，肯特、智通他们供的电器、电话机、水壶，你们有意以后就知道。你像维也纳的电话，90%几都是这个品牌。肯特。枕头也是你们做的吗？枕头就是有羽绒，有反羽绒，有鹅绒。鹅绒的就贵一点。鹅绒的，其实我建议你要小年轻啊。像这种。对，就是这种。抱枕，这是抱枕吗？这个抱枕你家用买这种就好了像这个是羽丝绒的这个便宜哈。这个多少钱？这个几十块钱。带一个回去，几十块。这种是最舒服，这种100来块钱，我跟你说，这种是最舒服的了。对。这个什么材质？这个也是棉，但是它做了两个。你看普通的我们直接包了一道嘛，它这个呢我们包了2层，而且你这个它的面料也不一样。我们做出口这种做的相当好，这个做出口。
啊100，你摸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还可以，对吧？也不贵啊，这个啊，那老板给我们打个折，80，拿走。 80不行。其实我们基本上按成本价，我们加15%的利润。我跟你说实话，啊，这种加多了也不行。现在，其实我们因为我们酒店，我们卖给酒店批量也是这个价格了。你单独去买，你肯定买不到这个价。啊到价位，到时候你让我们就可以快递或者下去来都行，对吧？完全不一样吧？这个人心不怕货比货啊，你比就人一样的，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肯定是。像这个浴巾，浴巾是哪种？浴巾是不是要脱脂的？这种浴巾，浴巾呢，说实话，我就不建议你买这种酒店的。我不是不愿意做这生意，为什么呢？浴巾这种酒量太厚了，一般都是700克。我们自己的浴巾呢，愿意买轻便一点的，这主要是抹水的作用嘛，对吧？像这种一条大概多少钱？这种浴巾啊，就这50块钱，50块钱不。贵。酒店里面但是呢，就是你外面买的呢会轻便一点，民用的，放到家里知道吧？这个它是有没有脱脂的？这些棉有这种是纯棉，纯棉最好的脱脂新疆棉。再不就是巴基斯坦的长绒棉，就是棉线越长越好。棉花有那个绒啊，它短的呢就是质量没长绒棉。长绒棉的话，它就高端，包括做最好的服装都是用长绒棉去做的，对，因为它的纤维长嘛。这个是柳条，这个是它。但是酒店的其实一般都是没有颜色，家用还是有点颜色的，对吧？一般就是白色嘛。那酒店为什么要白色的？你们知道吗？看起来干净，看起来干净。对，就是因为干净的位置，它哪怕有个毛发，一般你比如说你随便没搞干净啊，你看这里，你看有个灰尘，有个毛发，它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其他颜色就不行了啊。所以说酒店一般的这要用白色，让客人就是看起来卫生一点，干净卫生。居家的嘛，居家就耐脏嘛。居家你最起码半个月洗一次，都算比较勤快的了，肯定反复用嘛，是吧？要居家要耐脏。这样玻璃器皿其实我们也是没有摆很多，其实我们做了代理了13个品牌，11个是进口的。以前我们代理那进口的玻璃器皿相当贵，现在价格全部下来了。对，它就分品牌，像斯贝科勒啊，现在它在水晶杯里面就相当于奔驰宝马的级别。那普通的呢，它可能就是10来块、20几块、30-40块钱一个啊。那能不能请教一下？您先说。就麦德龙当时赠送我2个那个麦德龙水晶杯啊，他自己卖要卖300多一个。那种水晶杯，我水晶杯，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跟妹子在一起，咱们想装一下逼格，然后倒红酒用哪种杯子比较好？红酒这种都是红酒杯啊，这些都是红酒杯。像这个呢就比较耐用，它比较结实啊。是这个大概多少钱？这个40-50块钱，是不是便宜啊？随便摆的东西很实惠。它有像这些是属于玻璃的了，它有这些东西这种就厚，这种才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顺便标价比较高。就居家用的杯子，就是家用你就买这种比较实惠。像一些品质出来，你看这2个完全不一样嘛，穿透度都不一样。哪我看不出来。这个好，这个好，就好。就是您说的那个什么斯克贝尔，斯贝科勒的。我们装逼一把，就知道是哪种。我第一次知道。来，这个洛纳的，这是捷克的水晶也特别好啊。顺便给我们消费者的印象。斯贝克像这种，你看轻后来它也有摆放其他的精美的东西。看这种轻，很轻。好，我看一下斯贝克的。斯贝克是哪？德国还是哪里？最大的好处是斯贝科勒。它原产是哪里？德国的是肖特，斯贝克勒。斯贝科勒是欧洲的。一般这种作品是走专业去意大利。斯贝克。现在大众商业这个莱斯德都挺。比如像这个杯子大概多少钱？我是随口问。100来块钱。这个是这样子哈，那就是它里面比较低端的了。为了也不是说低端，100来块钱上中端的了。你高端的其实毕竟是卖1-2千块钱，是卖的少，是不是？您店里有1-2千吧？你是说这种我是在哪个位置？我看一下，看我只不用拿下来，就指向。
12000。哦，看见很薄。对，那个水泥膜感觉一下，这手泥膜拿起来很轻薄嘛。是，是这样，就是我听说就是那种像那种水晶杯的话，是说越薄的话，说含铅量越高，有这回事吗？没有，这含铅量它是有标准的，有些水晶杯它是不含铅，有含铅，有分两种。有是纯不含铅的，一点都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对，像这无铅的。同样这个品牌，其实多数呢是无铅的，有铅是不大好的。比如说我这种水晶杯，如果无铅的能做得很透吗？一样可以啊，无铅的也能做得很透啊。比如说这都是无铅的。好，我们高端一点的基本上都是无铅的。玻璃它为了它增加它成品率高，所以它会加铅。普通的家用冰箱。好，您继续。比不上我们国内。我们刚才就说，这么大个台子，这起码得1000平的别墅，比如说就说凯瑞世纪啊，就是明治附近天鹅堡，明治附近一个别墅是叫什么？这种是26人，不是国内产。就类似于冰箱界的首。有一个别墅，就是水库边上一个别墅，叫什么？像这种呢，一般国内卖的外资牌子的冰箱，我都比国内的牌子要大个人是最大的36个人，它不会超过36个人大的。像这个是8000多都买到了非常顶的冰箱了。这要是大家如集聚餐，家里起码都要20-30人。家族很少用这个。对，就是请客吃饭的时候，摆排场的时候，我们这个排场还没摆出来，到时候我们这个桌子需要一个很大的餐厅，很大餐厅，起码得1000平。你家府上如果1000平，不是你要是别墅包房要100平以上，一般的别墅也没有这么大的。我们看到的是一顿餐桌，根据这个餐桌所延伸出来的配套非常之大。举个例子，我们什么样的家庭人会有这么多的客人同时这里用餐？对呀，然后我们的配餐服务员，我们的厨师。我们的场地要求，这所有的，谁要是吃个盒饭快餐会往这种桌子上坐？我记得有一次去潮汕那边，一个老板招待我们，他那个桌子能坐下30多个人，然后上菜的时候就专门服务员给你每人这种小碗小碟加一点，然后结果你吃的就很撑，因为他不断的上很多个菜。这是你是首长级别的招待了，就是首长一般就像我们习近平啊，各种国宴的。都不会是圆台，是端很多菜一个人夹，都是位上。所以说他餐具啊，位上的餐具有40多件。所以40多个，一个一点点，你就吃的很撑的，对吧？他每个上来你看上去一点点，但你上来，他上的多，你又不好意思浪费啊。边吃边撤嘛，就这样。对，男的就刚开始就挺好。然后后来就是变成努力把它吃完，免得浪费。你继续。然后就吃得很撑。每一次他上来，比如说鱼啊，端上来一个鱼，给你看，那个鱼那么大，很高大。然后就把这切成1块1小块，给每个人给端上来。他就一大条鱼就转一圈，然后再切。不是一位上的，一位上，先端出来给你看是什么。就给大家看一下。对。然后就是端到后厨，在旁边那个桌子就现场切。对，现场切干净，然后分干净的。就像刚才说的。你上30几个菜，40多个菜，一个一个吃那么少，就最终就吃得很撑。它的品质很多。毛笔，这筷子基本上现在就家用的话啊，尽量其实说实话，这筷子你们可能经过网上也看到很多容易生细菌啊。像一般木的竹筷。原木。我用的原木。这种。没上，不要上。没上油的。对，不要上油。然后呢，打个端蜡啊。最好是紫檀木嘛，肯定是的，最好的紫檀木。不锈钢的。但是这种呢，不锈钢的不好夹菜呀。所有东西我建议以后啊，慢慢子啊，包括碗啊，不锈钢不容易烂嘛。但不锈钢有个问题，第一个，它食品级一定要达到304以上。所有的不锈钢，包括我们的水杯，我们的保温杯啊，10个保温杯里面其实是8个是不合格的。包括我们的烧水壶，刚才那个烧水壶，很多都是因为现在讲究性价比、讲究平价啊，都用201材质做，杀价格。人家卖180，他卖个90块，那你消费者说他们一个可以买2个，是不是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这种真正家用的东西，尽量去买好一点的，因为我们天天用嘛，天天烧水啊，天天吃喝呀，它水跟不锈钢其实一定会产生化学反应的，包括我们装的菜，一装菜用不锈钢盘装，为什么要用陶瓷？陶瓷它有个保温效果，第二个它不变质，它不产生化学反应。你用不锈钢的碗盛一碗粥和用陶瓷的碗盛一碗粥，你喝下感觉
两个概念。对，感觉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不锈钢你肯定觉得很低档嘛。不是低档，这是心理感觉，心理。但是你口感是不一样的，它就会一沉进去，它就产生化学食物汤之类的。其实比如说201跟304，它是差在哪里？它是安全等级。安全等级不一样啊，对，304绝对不会生锈啊什么之类的，201它还生锈的。手术刀是什么级别？的成分啊，刚才你说的镍啊什么的成分不一样啊。对。然后像我们现在这说的不锈钢，你看这种不锈钢，我们的刀叉的不锈钢基本上酒店业的啊，现在就是你也讲究品牌，它最少要是18-12，行业的成分要18，它有比例的啊，所有人上面是不锈钢啊。像这种你看这种你们去吃饭的时候，它这种为什么有锯齿啊？一般它也花不烂。我们这个陶瓷是1300多度烧制成的，1300多度的高温，然后这个不锈钢铁的冷点才800-900度，只要火烧到800-900度，把这钢铁，你为什么大楼一爆炸，直接冷下去，像911啊，直接哗啦哗啦下去，你知道吧？它也是刚才这样的，熔点低，它冷点低啊，所以说你遇到高温，陶瓷是熔点，陶瓷冷点高啊，你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古代的陶瓷1-2000年、2-3000年变成古董，没有发现铁能够流传宝剑能流传多久？没了，对吧？都没了啊。所以说，最好的食材器皿一定是陶瓷的，全世界最流行啊，就是陶瓷。它硬度也高，对，因此你像这种滑不太容易滑水，对，烧完以后滑不滑是吧？滑不滑？普通的你验一验啊，就这个陶瓷好，这个是我们已经很高档次的了啊。普通的一定会滑掉的，一滑就滑掉了。普通的陶瓷，普通陶瓷一般验1000度到1200度算真温瓷，1200度以下都算那个不算高端的了，你知道吧？高端一定是1300度，就是相差5度。过去烧陶瓷这个很讲究，像官窑跟皇室烧的那个陶瓷，对，像景德镇啊，这个它会有个3品4品官在景德镇，对，就专门给皇帝烧陶瓷，而景德镇旁边就有一个古县衙，就全国最大的古县衙，是叫浮梁，对，那个白居易叫前月浮梁买茶去，就那个。哇，你对景德镇很了解啊？对啊，你是江西人吗？我江苏人。江苏人啊。我去过景德镇几次。是。你看一个古县衙才是个7品的县令，它旁边一个镇，景德镇下面会有个3品官，对，给皇帝烧陶瓷。因此烧陶瓷这个东西，这个官员的级别很高的，是啊，对吧？那个年代景德镇为什么出名，就是因为它的陶瓷的工艺，包括那里的泥土。啊，高岭土，他说的以前啊，他是有去现在的那个监里面的，他有专门的监理，皇帝派的监工。我生产了多少套多的，包括你看去多的就打碎了。还有个9人壁啊，那个也是景德镇烧的，多的就不能烧的，也反都不能让你烧多少套，烧多了就直接就打碎了，不能留到民间的。那里有个高级官员在那儿监管他。然后以前国外不会做陶瓷，他专门派那个传教士来偷学，欧洲的传教士啊，他来中国偷学景德镇的。现在偷学10几年还偷学不成的。以前保密，现在严。那个古瓷是哪种？他们说古那个装逼的古瓷。古瓷是这样子啊，古瓷呢，就现在这种是古瓷。他说里面加了骨灰的，是骨头，是鸡骨头还是什么烧的灰？古瓷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陶瓷中国的历史是最悠久，但是古瓷呢不是中国发明的啊，欧洲的。古瓷是欧洲，是英国，因为英国人比较喜欢吃牛嘛，吃牛肉嘛，然后他们就宰了很多牛，就这牛肉牛骨头不是一下子2下可以化掉的，烧灰堆积如山的牛骨头，就像我们他要搞那个处理厂嘛，骨头全部堆在那里，堆积如山。然后呢，发现但是最后因为现在他们的工业比我们中国发展的早。他怎么检测嘛？人的骨头里面含什么？牛的骨头里面其实都是钙嘛，啊，所以说呢，它多了就是他又把我们的工艺陶瓷学过去了，然后它其实主要是个钙，他现在看能不能打碎，加到里面，这个省点泥土啊什么之类的，那个骨头又可以利用，又现在人说重复利用嘛，所以说呢，就英国的最开始英国发明的陶瓷，那是我们周恩来爷爷的时候就改革。不是那是改革开放，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也到英国去考察，然后他们就肯定是用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出来交代你的嘛，对吧？然后这个周恩来也很有心，那这个陶瓷好漂亮，古瓷呢像细腻的像
女人的肌肤一样的啊，柔润有润感。但是这陶瓷哪里的？我们中国好像我都没有，我这个皇帝啊，我都没有印过这么好的陶瓷。他说这个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然后看看开始呢，就像等于是可以学看，他们不愿意教我们的，他们也要保密的。但是那你不愿意去我们中国市场生产，那可不可以代理你的？就我们中国唐山国有企业，先代理他的。我们中国有市场啊，我们可以卖到我们中国啊，是吧？现在就这样引进，就这样合作卖到我们中国，卖到这发现销量大了，慢慢的到了60、70年代的时候，就在跟他们谈入资合股，在生产陶瓷。这种合股的生产陶瓷中国遥遥领先，对，瓷是西方比较领先。我们唐山一个专门做那个电线杆里面，我不是很年轻，不知道这一个小球球隔圆的那个绝缘的，以前的是不是用电线杆拉电线的？转一圈那个电线的，因为绝缘不要传下来的，那个绝缘齿，那个小球球，他们生产一个这样的企业跟那个英国合资，开始生产陶瓷，对，然后现在就多了，哪里都是了。技术扩散了。因为中国过去烧是靠那个叫什么师傅带徒弟或者父传子。对，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工艺写下来。是的，西方国家的工厂它是有标准的工艺，对，最早的。这个相对而言你偷学就比较容易。比如外国人来学，他学不到，为什么？你这长相跟中国人不一样，你也不是他的儿子，也不是他认可的，他也不敢认他做徒弟，你就学不到师傅这个东西。这个是秘诀，师傅秘方。这个言传身教出来的，他没有一本书写的。什么样的配方，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工艺，多少分钟？对，他不会写出来。他没有这个东西。这个意思说，他父传子或者是拿师傅传代徒弟，这个外人是很难学的。他不对待开放。对。老板，就是如果给家里，比如说给家里就书房里，比如说一边摆书，一边摆杯子，这可以这么摆吗？有没有人这么干过？有。但是这个呢，它这个就要定制，因为它砖啊大小不一样嘛。你这种要是这种你要定，你就要定制一些砖回来。像这个砖是统一的，我这个砖这个摆规格都小了一点点，稍微在它这里只有20乘20，就现在最大的，现有的货那个砖啊横砖啊，都是20乘20的空间。你摆书你根本摆不进去。我说一边摆书一边摆杯子。对，这个可以。就是纯粹是家里做装饰用。可以的。你像这种陶瓷，你看家用的啊，给你们正面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从那景德镇生产的，这个是现在都还是国有企业啊，我们在生产这种陶瓷。你会发现，你看到一圈像这种陶瓷，它白，刚才你说的高岭土。高岭土做出的陶瓷，它成本要高，但是它白的雪白。普通的潮州陶瓷呢，白的发黄。我可以拿给你们对比一下，马上对比。哪个应该是一个那种好的灯。产量挺大的。不用灯光，不在灯光的情况下，你对比一下，它的白，因为按照科学的白有200多种嘛，对吧？一个冷那不一样嘛。对，这种是雪白吧，这稍微米黄一点吧，但是你不放在一起对比，你根本不知道。看不出来啊，是的。对吧？这个因为瓷都上釉的，这个我不知道它是釉光，是釉光还是这样，还是陶瓷的关系，就是主材的关系，釉也有关系。釉其实就是那个什么，用科学名词就是一种那个硅嘛，就跟做玻璃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你照你其实也照不出来，你只有2个东西放在这样一起对比，你才能比得出来。那个感光，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它都上过釉的，我不知道它是外面釉光还是它本身就烧的。釉是透明的，它是没有颜色的。透明的，太白的，就是你是黑色的，你上了釉就是变成黑色；你是黄色的，上釉你就变成黄色。釉其实就只是透明的釉。所以像这种，我们像你像商场，天虹商场，最早我们包括跟友谊商场、广州友谊商场，一套它都卖3、4千，都是3000多。啊，像我们就是1000来块钱就卖了。商场一定是套还是一个？一套，比如10人位，对吧？现在的小家庭，现在慢慢就变成6人位、4人位，就是我们这个套数减小了。以前我们一套有58头、68头，有什么叫头呢？就10个碗、10个勺子、多少个盘子加起来，这叫头数。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比如像这个是6个人位的，只做6个碗、6个饭碗
拿的是个小房子，因为小家庭嘛，4、5个人就足够了嘛。像这边你像这种咖啡杯啊，我们都是做的文创产品。现在这里面这个卖这边，像这个，现在我们现在在引进那个敦煌，跟敦煌博物那个旅游公司在合作。是哪种？敦煌文化。都飞天的，那飞天是飞天茅台还是飞天的茶杯？酒器，你看像这个，那个像这个包括花纹也都是那个敦煌那个上面那个顶上的一些图案复制出来的，包括这个都是，都有一些画。像这狮子镇宅吗？这个狮子是可以镇宅。你看衙门啊，以前衙门包括银行啊、大门啊都会有啊。对大户人家对。煤球。这个东西就很博大精深了。你要想要镇宅啊、风水啊、中国的周易啊、国学啊，它太广了啊。但这个东西要涉及到了一定年纪的，他就一定会信的，这不是你信不信。任何东西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太多了，是吧？它里面煤球。因为两个都是银行，你们一定注意，银行是一定有的。球在那里，任何一个不管是4大行，特别是脚下面。哦，脚踩的。所有银行好像都有。这狮子一尊大概要多少钱？这种现代的，这个汉白玉，这个不贵，这个只2000多块钱。哦，没事，我今天只是随口问。对，这种不贵。这真莲子吗？哦，真的。这个家里这个别墅才能放哪去？你别墅也要看，其实有的时候不适合放，就不要放。别墅啊，一定要找要找风水先生来看一下。对。人家不是随便放的。像我们是工艺品，我们是展厅样的，这没所谓的，对吧？对吧？你如果说你放大门口啊哪里啊，一定要看好。哦，我以为直接拿来放里。好，然后再吃个自助，我们就可以走了。像这些呢，就是我们做的国宴池嘛。这一套是接连分会，你看你们发现是那个杭州的山水，它一个塔，我们是以它的塔，杭州的那个雷峰塔为背景，当时习主席他们印的就是这一套主宴。但是呢，国宴呢，它比如说每次开峰会，他会有带老婆啊，有就是变成夫人池，像这个就是女的，她是不跟男的一起啊，对吧？整统他跟那个他老婆是分开桌的，他不是一个桌的啊。商务是商务一般就是男的整统啊，是吧？他们一个桌，然后带着家属啊是另外一个桌，家眷桌啊，对。像这个呢，就是厦门经商会议。厦门那俄罗斯他们来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国家嘛，但是这个海那一海浪，其实这个就是一个100来年了，这个著名的日本一个漫画家画的一个那个海浪，但现在100年以后，浮世绘吗？日本浮世绘，一个这样的，有点像浮世绘。然后像这个呢，就是以各个伊斯兰国各方面的建筑风格为载体设计的酱油瓶啊、盐瓶啊，就是之类的啊。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在海边就是以海浪，然后包括这个毛巾就以贝壳为原型啊。日本浮世绘的风格，日本浮世绘，这浮世绘。像这种就贵一点了，像这种比如说一位领导人的，基本上我们是4万8啊一位。这边。看，好像结束了。哦，就是这些墙上的，就是纯装饰用的。也不是，也可以卖。是我说是不是装饰用的？就是在家里对装饰。家居，比如弄。去叫叔叔找给你，在包里面。随便在那包里面，就是比如写字台上或者哪里放个托盘，然后把它放在这边装饰。可以。其实生活这样的东西，任何东西你觉得合适，没有绝对对错，你觉得合适，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吧？哦，星空，这个盘子多少钱？这些我梵高的几十块钱，不贵。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星空，还有这稻田。应该这是梵高的风格。这个根据漫画，对，就是那个梵高，就是这梵高风格。像这种我们就是那个中国的生肖纪念盘，像牛年、龙年、兔年啊，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那今年是什么年？今年牛啊。
一个给个台子，然后放这个牛盘子，在今天是牛年，大家要不要带一个回去？我9.9一个。这个凤凰卫视的，对啊，就电视台，我们跟中央电视台文创频道也好，他每年都会叫我们订。就今年你们看中央电视台没有？中央电视台春晚的时候有个金网，里面镶金的，外面是红的，里面全是金的，也是我们的。反正感觉这些普通人家用不着，这些起码的别墅。这个就是真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像这个每个凳子，你看你会发现不一样。一般只能有什么材料做什么，放在这个客栈里面啊，是民宿嘛。我们主要针对民宿和茶馆。对。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牛犁田的，最早的。哦，那个牛那个带到身上，那个犁田往前走的。哦。直接收了。因为你家庭这个东西你要家庭风格不搭。家庭有个小院子。有院子，别墅可以买的，问题是你这个打理的这个佣人呢？时间成本太高，这不用打理。你都住别墅了，肯定有佣人管家。这不用打理。你都有别墅了。一般在别墅里面，它不大可能放1、2、3层，它可能会放在户外的阳台，对，户外的阳台，或者是放在比如院子里。像这个东西清洁的，每天都要清洁，要仔细清洁。一个每周来一次就行了。室内挺好的呀。不是，其实最好像这种东西啊，就放室内，你放户外，毕竟风吹雨晒嘛。对呀。风吹雨晒的比较容易风化嘛。对呀，而且你有灰尘进去，有水进去，你这个清洁的成本很高。这个东西你都住别墅了，还差这点钱呢。这个头脑，这是最初嘛，不是。你这湿抹布用湿抹布擦一下。吹就好了，吧台。你要是看你邻居住，你就知道这个居家你必须要考虑时间成本。这个时间成本。他会请佣人的。你看李嘉诚他需要自己擦桌子吗？他喝茶了没有？喝杯茶。擦。然后最后就讲一下吧台设计。吧台这个设计呢，我们也是根据我们做的一个5星级酒店仿了一个吧台的设计风格。本来呢，这外面不是贴盆装的，外面也全是不锈钢，金属不锈钢。但后来因为为了更贴合我们这个整个场所，我们就把外面改了，外面就改成那个贴装。在这里啊，肯定在泡。这个后期呢，我们会比如说举行一些酒会啊，现在还没有，我们可能想找一个小妹，我们合作也可以。以后反正就是他负责这一个板块的茶呀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找一个合作一样的。现在就好像转了一圈，我们应该走完了吧？这个博物馆。这边基本上走完了，那边区域是我们办公室。办公室那就不太方便过去了。喝杯酒吧。